频道是和您分享古今中外的奇闻趣事的，欢迎您订阅。最近市面上流传的不明飞行物 UFO 的视频越来越多，外太空地球上世界各地都有。大众好奇的同时呢，也对视频的真伪产生了怀疑。不过4月27号，美国五角大楼终于正式公布了3段不明飞行物体的影像，算是官方证实了 UFO 的存在吧。其实这3段视频早就流传出来了，是由一个叫航降星空研究院的公司 To the Stars Academy Arts and Science 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3月之间就发出来了。去年9月，美国海军已经证实了这几段视频，我们上次节目也做过而现在五角大楼呢决定正式公布，就是为了消除大众对视频真实性的疑虑。这个是五角大楼发言人高夫说的，他们确定这些视频不会透露任何机密的军事力量或系统，所以才发出来了。视频确实是模模糊糊的，我觉得还没我的手机拍得清楚，难怪有人要质疑。确实是，现在摄影技术都这么发达了，可是一拍到这些个神秘现象，视频质量立马就回到上个世纪去了。影片呢我就不放了，反正也看不清，而且还有个版权问题。事实上，早在2007年，五角大楼就曾在前参议员哈利·瑞德的要求下启动了对不明飞行物体的调查研究。可是奇怪的是，这项研究计划在2012年就终止了。官方的理由是，他们评估后认为资金要用到其他优先事项去。这个结论很有意思外星人要是来入侵的，那么国家安全甚至整个地球的安全都迫在眉睫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优先呢？这说明五角大楼很清楚 UFO 根本不会对地球人造成威胁。那么难道外星人真的是来求救的吗？他们的科技那么发达，那真是可以把人类甩出几个空间维度去，要消灭人类恐怕也是弹指的事情。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向弱小的人类求救呢？所以这个事情的背后肯定也不简单。其实最近来地球的访客还不只是外星人，世界各地都派到了各种各样以前没见过的生物。最奇特的可能算是精灵了吧。精灵就跟中国的龙一样，都是传说中的生物。童话中说，精灵长着和人类一样的身体和脸，美貌修长，有一对昆虫般的薄薄的翅膀，可以随意飞翔。也有别的种类，大家可能还记得电影《魔戒》中有个精灵族，都是金发碧眼，非常美丽的形象。但是近几年却不断地出现各种精灵的视频，给大家放几个看看。这个是门口的监视器，夜间拍到的，前面的大概是飞蛾，后面的这个看上去就是传说中的精灵了。暂停一下看看，确实像个精灵，当然也还是有人认为是飞蛾。再看这个比较清楚了，这个能肯定它不是飞蛾。这个呢也是监视器里拍到的，小巧的身体好可爱，我觉得它就是个精灵。还有这个，一个家长带着3个孩子在自家后院玩，顺手给孩子们拍了这段视频，没想到在林子里竟然拍到了一个精灵一样的生物，瞧把这几个孩子吓的。如果监视器拍的还有可能是伪造的，这个就不太像是伪造的了。2014年，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一名53岁的教授 John Hyatt 在兰开夏郡的一片山谷多次拍到一群生物展开翅膀飞舞的照片，看起来就像是童话故事中的小精灵，相当神奇。2009年9月，英国的《每日邮报》报道了英国一位中年女子公布的一张自家花园的照片，里面就有个精灵。报道中说，菲利斯·培根家住伦敦南部。2007年的一个傍晚，他站在面对草坪的厨房后门和家人聊天，拿起相机随手对着草坪按下了快门，意外地拍到了这个生物。外形就像小时候他在童话故事中经常读到的花园精灵。可惜都是照片和视频要是能找到一个活的就好了。国外一个网友分享了自己和精灵相遇的故事，很有意思。他说自己从小就有冥想的习惯，有一天冥想中，他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精灵，外形呢有点像北欧那里的白人女孩子，纤细秀丽，
长长的腿，背后有一双透明的翅膀。他说，精灵当时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，用思维传感打出了求助的信息。他当时很吃惊，于是就问精灵，你是外星人吗？精灵说不是。他说，外星人其实是很低层次的生命，严格讲，真正的外星人和人类层次差不多，所以他们可以乘坐和人类同纬度的物质飞船到地球上来，而他所处的纬度要高出4-5个层次，比某些低层神所处的纬度还要高。他们生活的世界非常美丽。精灵打出一幅画面给他看，只见到处是富丽堂皇的高大建筑，都是由洁白的大理石和黄金建造的，样子有点像古希腊的遗迹，可是非常精致。他们的世界没有太阳，所有物体自身都会散发一种柔和的光芒，整个空间非常明亮，但又不刺眼。植物和花朵非常茂盛，色彩艳丽透亮，好像是彩色水晶做成的一样。他们以花蜜为食，但是地球上的花蜜对他们来说非常粗糙，最小的花蜜粒子都像石块一样，根本无法食用。空气粒子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粗糙的物质，它们的翅膀沾上空气就会变得非常沉重，像掉进沼泽一样危险，最多只能在地球存活几分钟。这个网友就好奇地问，其实是想，因为他们完全是思维传感的交流。他问精灵为什么要跑到地球上来呢？精灵说自己是为了他们世界的那个 master 来的，中文应该是翻译成王或者是主吧。那他说他们的纬度虽然比地球高，但他们空间的植物和地球上的植物是对应的。近些年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们的植物开始变异，出产的花蜜越来越差，有些甚至带有毒性。吃了这些花蜜，各种生命体散发的光芒就渐渐变得暗淡，有些建筑物甚至开始风化坍塌，整个空间都出现了危险。那他们的王就和其他空间的王沟通，才知道别处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。据说只有去地球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，因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。这个说法好像是和宗教中讲的地心说不谋而合了。有一种理论确实提到，虽然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，但是放大到整个宇宙看，中心还是在地球这儿。那么他们的王就跑到地球上来了，但是他们的纬度那么高，要在地球这层空间生存，就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由精致粒子构成的身体，进入到地球人粗糙的身体里才行。他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，过程也很痛苦，而且地球人的数目相对于宇宙生命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稀少，不是谁都能得到地球人的身体的。这个说法和佛教中的人生难得的理论好像又对上了哈，还真是很有意思。他们的王就幸运地得到这样一个机会，转生到了一个地球人家庭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转生了就必须符合这个空间的法则，所以他过去的记忆几乎都被抹去了，就成了一个普通的地球人，不记得自己是来干什么的。那精灵们非常着急，这就意味着大难来时，他们的空间得不到解救，而他们的王也不能再回去了。网友就问，那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主人呢？精灵说，他们是想可是因为没有人的身体，他们就没法和他沟通。曾经用过托梦的办法，但是主人只当是个梦，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后来有一些非常勇敢的精灵冒险闯入地球，希望能找到他们的 master， 当面唤醒他。可是地球太危险了，他们还没有找到主人就死了。这位网友善于冥想，他的层次已经超出了地球的维度，虽然还没有到他们空间的维度，但是已经可以和他们沟通了。这个精灵呢，发现了他，就想请他给主人传个话。网友就问精灵，那你想让主人怎样呢？精灵说，主人必须要提升道德，才有机会回去。这个地球不是独立存在的，它其实是这个宇宙的中心，也是这个宇宙组成成分里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地球要是毁灭了，就像点燃一个导火索一样，和它连带着的星球都会毁灭，最终导致整个宇宙毁灭，而他们的空间也不能幸免。
网友听了非常震惊，然后就看见精灵的翅膀用力扑腾了几下就死了。他说精灵的死亡非常惨烈，就像夜空中放烟火一样，刚刚还鲜活美丽的一个生命，瞬间在火光中焚毁，变成肉眼几乎难以辨识的粉末，四下飘散，荡然无存。他说自己当时痛惜得心如刀绞，于是就赶紧出定了。很遗憾啊，精灵还没有来得及说出主人的信息。不过呢，有做过这样梦的朋友，也许可以对号入座一下，说不定您也是从很高维度的空间来到地球的，千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啊。